2026年6月12日，全球资本市场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天。一直宣称火星航线稳定前绝不上市的 SpaceX 在 NASDAQ 正式敲钟了。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庞大、最疯狂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上市的开价每股定价为$135，第一天的收市就为$160左右，上涨了26%。这个募资的规模单次抛售是5.55亿股直接疯狂吸金$750亿，一举就打破了沙特阿美创下的历史募资纪录。这一天的最终市价 SpaceX 的市价定格在$1.77万亿，直接就杀入了全球前8大上市公司。这场资本的狂欢直接就创造了成百上千个财富神话。 SpaceX 长期以来用股权激励员工，随着$1.77万亿的估值落地，那些早期加入熬过无数次火箭爆炸的资深工程师和中高层管理员们，这一天就实现了彻底的流动性的变现，达到财富自由。数以百计的员工在一夜之间身家过亿，全员持股的底层员工也人均斩获了数十万至数百万美元的巨额财富。但是华尔街的质疑声从未平息，一家尚未解决火星航线的公司真的值$1.77万亿吗？为什么马斯克要在2026年6月破例把 SpaceX 搞上市呢？答案很明显，缺钱。这里就不得不提到2026年初 SpaceX 做出的一项震惊科技圈的重组决定，全资合并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XAI。 很多人可能会混淆 XAI 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 XAI 是马斯克创立的人工智能研发大脑，而那个在 X 之前的 Twitter 平台上以幽默、犀利、百无禁忌着称超级 AI 的机器人 Grok 正是 XAI 旗下的王牌产品，可以把它理解为 OpenAI 和 ChatGPT、Google 和 Gemini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为什么一家造火箭的公司要吞下研发 Grok 的 AI 巨头呢？因为马斯克抛出了一个颠覆常理的疯狂计划——轨道 AI 数据中心。随着地球上的电网负荷和散热的能力被 AI 的算力逼到极限，马斯克决定利用新建的恐怖运载力，把搭载下一代 Grok 超级模型的巨型算力集群直接就送上太空，利用太空绝对低温来解决散热，利用星链 Starlink 完成全球数据传输。但在这背后是深不见底的资金黑洞。仅在2026年第一季度，为了研发太空版的 Grok 算力的模组， SpaceX 的资本开支就飙升到了$77亿，加上星战级别的新建的航队量产，一级市场的私募资金已经彻底枯竭。为了支撑 Grok 冲向太空，也为了保住火星舰队的研发不断链，马斯克别无选择，必须主动走向二级市场，向全球资本收割流动性。所以 SpaceX 这公司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很多人误以为 SpaceX 是马斯克从某个航天巨头手里买过来的，不，恰恰相反。这家公司从第一天起就是马斯克纯粹用第一性原理在一片嘲笑中硬生生砸出来的。回到2001年，马斯克从 PayPal 的套现中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当时他有一个听起来很浪漫的计划，叫做火星绿洲 Mars Oasis， 打算买一枚火箭，把一个微型温室送上火星，以此唤醒全世界对太空探索的激情。为了买火箭，马斯克在2001年到2002年间3次飞往莫斯科，试图向俄罗斯航天局购买退役的洲际弹道导弹 ICBM。 然而傲慢的俄罗斯根本就瞧不起这个不懂航天的硅谷暴发户，他们不仅在谈判桌上向马斯克吐口水，甚至还开出了$800万一枚的无理天价。在从莫斯科飞回美国的航班上，极度愤怒却清醒的马斯克就打开了他的笔记电脑，建立了一个电子表格。他开始计算制造一枚火箭所需要的原材料，他得出了一个震惊自己的结论：制造一枚火箭的原材料成本竟然只占当时火箭售价的3%。既然现有的航天垄断企业议价如此畸形，那为什么不自己造呢？2002年3月14日，马斯克就掏出自己口袋里的最后$1亿，在加州的一个简陋的车间里创立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他自己担任 CEO 兼总设计师，自学轨道物理学，招募了天才推进器专家 Tom Mueller，真是向传统的航天业
宣战。从2022年到2026年上市20多年来， SpaceX 终极的使命从来没有改过，那就是让人类成为多形新物种。在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的认知中，无论是核战争、小行星撞击，或是失控的 AI， 地球上的生命都面临着无法预测的灭绝风险。如果人类只待在地球上，那就是把所有的鸡蛋就放进了同一个篮子里，地球不能成为生命的单点故障 （single point of failure）。为了给人类文明做一个备份，必须在火星上建立一个能够自给自足、容纳100万人口的城市。而实现这个愿望的唯一瓶颈，就是高昂的运输成本。当时把1公斤物质送入太空的成本高达数万美元。SpaceX 的商业愿景极其纯粹，通过实现运载火箭的完全、快速、可重复使用，将进入太空的成本降低100倍甚至1000倍。如果把 SpaceX 的历史写成剧本，它绝对不是一部爽剧，而是一部在爆炸和破产边缘疯狂试探的血泪史。马斯克推崇快速迭代，在爆炸中寻找数据的硅谷工程哲学，这也让 SpaceX 成为了世界上炸火箭最多的公司。我们来看看过去 SpaceX 的历史。第一，绝望的至暗时刻，也就是2006到2008年 ，SpaceX 研制的第一款小型火箭叫做猎鹰1号 （Falcon 1）。2006年3月第一次发射，燃油管漏火，仅飞行25秒就坠毁了。2007年3月第二次发射，火箭在进入轨道前又发生了震荡解体。2008年8月第3次发射，1、2级的火箭在分离时发生追尾碰撞，连同搭载的卫星一起烧成灰烬。3次连败，烧光了马斯克个人的全部资金。2008年底，正值全球金融危机，特斯拉面临了难产 ，SpaceX 账目上的钱甚至不够发下一个月的工资。马斯克遭遇了精神和财务全面崩溃。他回忆说：“那个时候我每天睡一着都在哭，醒来发现枕头是湿的。”第二时刻，起死回生与科技的神话。2008年9月28日，孤注一掷的第4次发射终于成功，猎鹰1号成功入轨。这一发成功，让 SpaceX 惊险地拿到了 NASA 16亿美元的国际空间站补给合同，公司从死亡线上被拉上回来。在这之后 ，SpaceX 就开启了人类航天史上的技术大爆炸。2015年12月，猎鹰9号成功实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轨道级火箭第1级的垂直回收。曾经发射一次就扔掉的数千万美元的火箭，现在可以像飞机一样重复使用。2020年，龙飞船 Crew Dragon 成功将 NASA 宇航员送入国际空间站，打破了美国多年来依赖俄罗斯飞航式飞船的尴尬局面。星舰时代的筷子回收，在进入2020年代后，人类史上体量最大的火箭星舰 Starship 在经历了数次高空测试爆炸后，迎来了技术丰神。巨型发射塔的这个机械臂也被称为机甲库斯拉 Mechazilla， 在半空中精准地夹住了重达数百吨、全速降落的超重型助推器。这一幕将科幻小说变成了眼前的实现。到了2026年，随着 IPO 招股书的全面披露，外界终于看清了这家太空巨兽的盈利真相。2025年全年 ，SpaceX 斩获了187亿美元的总营收。但要看懂 SpaceX 的商业逻辑，我们必须先看懂它的终极现金牛星联 Starlink， 以及过去10年堪称疯狂的财务过山车。第一，星联的发家史，为火星筹措军费的摇钱树。很多人不知道，星联的诞生的初衷根本不是为了颠覆电信业，而是马斯克为了给火星计划筹集军费。2025年1月，马斯克在西雅图的一个闭门会议上，首次就提出了星联计划。他直言不讳要把人类送上火星，至少需要几千亿美元，单靠发火箭根本赚不到这么多钱，所以我们要去抢全球电信市场1万亿美元的大蛋糕。2018年2月，2颗名为丁丁 A 跟丁丁 B 的原型测试卫星升空，星联的技术验证成功。2019年5月，首批60颗量产星联卫星由猎鹰9号送入轨道，星联正式开启下饺子的模式星座组网。2020年底推出名为比没有好 Better than Nothing 的公测服务，
直到2026年，星联在轨卫星数量已经突破了9600颗，全球活跃的用户已经超过1000万，直接拿下了114亿美元的年营收，占公司总收入的61%，成为绝对的利润支柱。第二，在破产边缘与资本狂欢中走钢丝的2026年至2025年，招股书同时也揭开了 SpaceX 过去10年，从2016年到2025年的财务底牌。这10年的数据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重资产、高成长、九死一生。我们来看看 SpaceX 的财务阶段。第一，血亏研发期疯狂烧钱的2016年到2019年，因为当时的 SpaceX 并非上市公司，所以都是以预估营收来计算哦。不同的资料给予不同的营收，所以大家有一个概念就好。真实的数据就只有 SpaceX 自己知道了。这个预估的营收是美金10亿到20亿，但它持续巨额亏损，这个算是 SpaceX 暗黑的岁月。猎鹰重型的火箭研发、星联早期卫星，这些制造成本极高，加上2016年的 Amos-6 卫星爆炸，导致发射业务停滞，全靠硅谷风股和马斯克质押特斯拉的股票来续命。第二，基建扩张期，营收开始起飞，但利润承压的2020年到2022年，预估营收在2022年猛增至美元46亿，但亏损是美元5.59亿。但这个时间是转折的前夜，猎鹰9号实现了发射垄断，营收翻倍，但星联处于疯狂发射期，资本支出庞大，卖星联天线甚至是亏本在卖导致账目依然亏损。第三，现金流成型期，首次扭亏为盈，预估营收美元90亿提高至130亿，净利润有数十亿美元这么多。这2年算是高光时刻，星联用户爆发式的增长，硬成本大幅下降，硬件的研发获得 NASA 的巨额补贴。公司在2023年的第1季度就首次实现了微利，随后就进入了全面盈利状态。第四，AI 与星际前夜的2025年，这一年预估营收是187亿美元，亏损是49亿美元，也可以说是上市前的大豪赌了。尽管营收创下历史新高，但因为在2025年全面启动星舰火星舰队的量产，再加上与 xAI 合并后在太空建设的 AI 算力中心的77亿美元恐怖支出，导致利润再次被抽干。这也成为2026年被迫开启世纪 IPO 的直接导火索。看了这10年的账本你就会发现 SpaceX 从来不是一家追求短期利润的平庸公司，每一次的营收的暴涨都会被马斯克立刻就砸进下一个更疯狂更烧钱的科技黑洞。从复用火箭到星联网络，再到如今的太空 AI 与火星舰队，华尔街投资者在2026年花1.77万亿美元买的绝不是一份安稳的财报，而是一张垄断未来人类星际基础设施的终极船票。当然，随着这1.77万亿美元的估值大锤落下时，华尔街就沸腾了，但也彻底分裂了。面对这家没有清晰市盈率 PE， 还在疯狂烧钱的太空巨兽，全球最顶尖的分析师和投资机构分化成了阵营分明的3大派系。这不仅是一场关于财务模型的辩论，更是一场关于人类未来的资本压注。我们来看第一个种类，狂热看多派 The Bulls， 买的不是股票，是星际基础设施的收税权。对于始终的多头分析师来说， Discounted Cash Flow 来给 SpaceX 估值简直是拿算盘来衡量量子计算机。分析师的核心逻辑就讲到说1.77万亿美元非但不贵，甚至还被低估了，因为 SpaceX 正在垄断未来50年的太空基础设施，就像19世纪的铁路网络、20世纪的互联网底层协议一样，未来的全球通信、轨道物流，甚至是太空 AI 数据中心都将运行在 SpaceX 的标准之上。木头姐 Cathie Woods 在研报中写道，当 SpaceX 掌握了绝对的发射定价权，并且星联掌控了全球10%的通信带宽时，它就拥有了向全人类收地主的权利。在这个总计高达28万亿美元的潜在市场的面前，目前的估值只是起点。但也有第二派系，极度看空派 The Bears， 逃不掉的股价重力与现金流黑洞。保守派分析师呢，则发出了刺耳的警告，他们就顶盯着 SpaceX 在2025年高达49亿美元的巨额亏损，认为这场 IPO 是一场利用人类
和星际情怀割韭菜的极致泡沫。分析师的核心逻辑就讲到说，一家公司的估值无论飞得多高，最终还得受到财务基本的一些盈利拉扯。目前的估值已经透支了未来20年的完美预期，一旦新建的完全复用技术出现致命的缺陷，或者是造价高达77亿美元的太空 AI 数据中心被证明是伪需求，那这1.77万亿美元的庞大市值将在瞬间崩塌。这是一家随时可能因为一枚超重型火箭在发射台上爆炸而瞬间蒸发2000亿美元市值的公司，投资者的容错率等于0。还有第三派，宏观博弈派的 Sovereign Play， 地缘政治下的主权避险资产。在这阵营里，分析师不再纠结于 SpaceX 卖了多少个天线或者是赚了多少的运费。在复杂的全球地缘政治的格局下，他们把 SpaceX 看作是最高级别的战略资产。从国防与地缘绑定的投资视角，分析师就指出，凭借星盾 Starship 网络和包揽五角大楼 Pentagon 的发射订单， SpaceX 已经深度绑定了美国甚至整个北约国防基础的设施。它拥有比许多国家政府还要强大的太空投射能力，这种不可替代性构成了无敌的护城河。从宏观抗通胀的属性的投资视角呢，在全球能源博弈与法币贬值的宏观大背景下，掌握科技垄断权的企业成为了主权资本的避风港。中东资本撤资数百亿美元认购其 IPO 的份额，看重的是后时代利用太空轨道资产对冲的地缘风险。在看视频的你们比较赞同哪一派系呢？第一派的可以打3个 A， 第二派的可以打3个 B， 第三派的可以打3个 C。 所以这1.77万亿美元的开盘价究竟值不值得？对于我们普通散户而言，这是一场随时可能坠毁的财务豪赌。但对手手握万亿资金的全球巨额来说，这是一张不得不买的船票。因为在资本的残酷法则里，最大的风险不是买贵了，而是当人类文明真的向多行星跨越的时候，你被永远的留在了地球的候车室里。回到故事的起点，那我还是想问一下自己或者大家我们是否真的能实现火星殖民呢？在2002年，这听起来可能是一个疯子的笑话，但在2026年的今天，历史的天平已经彻底的倾斜，因为火星殖民在今天已经从一个科幻难题转变成了一个物流与资本的问题。技术上，新建的单次有效载荷达到了惊人的100至150吨，且具备着在轨道上进行推进剂加注的能力。这意味着大规模的星际物流网络的底层硬件已经走通了。资金上，2026年6月这一次750亿美元的世纪 IPO 为马斯克扫清了最后一道障碍。借助二级市场的庞大融资引擎，加上星联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SpaceX 拥有了建造1000艘星舰舰队，在火星表面建造太阳能电站和甲烷燃料工厂的恐怖财力。根据目前的商业与技术排期，在2020年代末，我们将见证第一批成体系的无人星舰货运航队降落火星，运送先迁物资。在2030年代中期，第一批携带着人类文明火种的殖民者将跨越数千万公里，在火星踩下第一个人类的脚印。这不再仅仅是一家商业公司的成长史， SpaceX 的故事是人类拒绝向地球引力低头，勇敢跨越星辰的终极史诗。你会投资 SpaceX， 相信这一个梦吗？留言让我知道。我们火星见。